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好，来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何荣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台科大机械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2026的前几天啊，在这边先祝大家2026新年快乐。不过在2026大家喜迎新年的同时，也看到了这开年还真是不平静啊。因为在新年前的3天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宣布举行了围台军演，而且是实弹的军演啊。在12月31号这一天结束之后，《华尔街日报》也归纳出了这次军演对台海局势的5大启示。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哪5大启示呢？第一个是解放军展现了海峡内控制、海峡东侧拒止的双重能力。另外，川普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耸肩的表示说，没有什么让他担心的哈。他说，中国做这件事情已经25年了。第3点就是有意图警告美日不要插手台海议题的信号。第4点是台湾军方启动了快速反应演习，部署机动飞弹车，还有爱国者飞弹。海巡署跟海军也紧盯着共建动态，而且在内部这个台股还逆势上涨。第5点呢，就是模糊演习跟开战的界限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件新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年前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 在他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2022年的8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访台所带来的代价远大于益处。解放军发动的环台军演，还有这次对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呢，在 Pelosi 访台之后这个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负面大于正面，到现在为止这个变化都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状况。确实是如此，在 Pelosi 访台之后，我们知道了海峡的中线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战机常常就是飞越中线这中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没有中线的存在了。但马老师，你先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华尔街日报》它是5点的分析，对，我们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从股票来，这个还是持续大涨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台湾民众来讲，好像他打他的，我活我的，好像变成一种感觉有点脱钩对，有点脱钩。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威慑，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在下降大家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现状的改变上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戴维斯线现在没有了，这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在3年半里面举行过7次的围台军演这海峡中线的概念渐渐消失。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比较麻烦的是，它有划设的这个演习区进到我们的这个领海基线里面，就是在恒春南边这边那其实你从联合国宪章这个第2条第4款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讲是不可以存在的，也就是它违反联合国宪章。那什么时候才会合乎联合国宪章？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情况底下，这个台湾的领海就是我的领海，它才有可能这样划设。那这个划设事实上它有很强的法律意涵，这个意涵就是它会让现在台湾的领海，第一个越来越受到压迫，第2个在国际上面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反抗或者是抗议的话，它会渐渐变成一个现状。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共演习，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包夹，因为过去的7次围台军演，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它划设的演习趋势越来越像台湾内部内缩。我问一下，越来越包夹，就代表着台湾能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对，但是它在做法上面，因为它有一种僵固性，就是它只要往前推，它就不可能往后退，因为它的施压是要让你觉得越来越强，所以未来可以预期它应该还会再往内缩。可是这个内缩现在已经到毗邻区，就是24海里，它未来有可能会进到12到24海里，这个会很尴尬。那也就是说，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测，在未来，我认为擦枪走火的机会的确是存在，也就是说，他用战争边缘策略把你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他往你领海内
这个做实弹演习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定性？它算不算联合国宪章51条的这种反击的？而且这次我看到报道上面，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官兵，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啊，在你说比如说包括说台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边的船舰，用那个火控雷达在锁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知道你锁定我了，那我也同样会锁定你，这难免。就是不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啊。对，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对台动武这件事情是一个政治决断，就像薛瑞福讲。但是这个政治决断，我认为可能要开这第一枪，它也有很大的压力。比方说，这个他不知道后续会发生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在渐渐进逼底下，双方都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擦枪走火确实是有可能，就不小心误触，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演习实弹射击的时候，万一击中我们的船舰，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公船，其实它都会造成很大的轩然大波。那现在越来越逼近，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OK，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问说，那这个时候美国在哪里？哈，那有一个人哈对军演，他对于跟刚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看法，认为说川普对此非常冷淡，他是不同意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胡振东。胡振东在台北出生的，他1977年到2004年都在美国空军服役。后来呢，他被分发到密苏里州的飞弹基地，担任 LGM-30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发射战斗队的队长。然后在1989年呢，他被调到了美国空军总部，他所负责的范围是中国大陆、蒙古跟台湾。2007年，胡振东曾经被美国国防部派到 AIT 担任技术组的副组长，他带着一支团队向台湾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跟相关的训练。所以对于台海冲突这样的议题他断定美国几乎是100%会在台海冲突当中出动兵力来协防台湾。好，我们引用一下他的说法哈，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说，美国真正的角色是在台湾周边形成外围防线，航母战斗群、日本与菲律宾基地、美军前舰与空军将在海峡外侧执行制海、制空和远程的打击任务，压制所有试图跨越台海的威胁。来，我就问一下 Ross 哈，你觉得他比较了解川普，还是你比较了解川普？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你们有一句话，就是外来的和尚念经，你们都会很疯狂了。只要是一个美国前任什么，不管是国务院、国防部等等前任人士，针对台湾或两岸关系、两岸开战说话，你们都会 lose your mind， 你们都真的会。所以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觉得他的代表性如何？首先他的确是专家，但是不得不提醒大家，连他在访问中的时候，他有几次说，我讲这个不是机密啊。所以其实他讲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美国跟台湾有交换情报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也强调这不是 classified， 不是 secret。那另外他又讲到一些台湾radar 的能力，这个也不是秘密，甚至他说万一打仗的话，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动作等等。我们都知道美国本来就有相关策划，的确是有，不管是美国印太总部那边或战争部在华府那边都有这个策划，但是重点是。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时任总统会怎么决定，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美国的确是有完美的plan， 那日本也有，那不一定日本或菲律宾会加入，但是都有相关的 plan。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美国总统时任总统，不管是川普或以后的总统，这是重点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万一真的有这个决定权。100%是时任美国总统，对，就看到时候是谁当总统嘛。那现在的话是川普嘛。如果在2年内会发生类似的状况的话，以现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他认为是川普是会出兵协防的。
我可以这样代表吗？很难说。川普每次被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义务回答的方式，他都会说我不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是。那有一次他接受访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我就会克中国东西150甚至200%的关税。但是他没有说美国会派航母或会有军事动作。对，所以我在这2天看到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呢，胡振东会这么讲，就代表后面其实有一些support 他的这个力量。我完全没有，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是 AIT 美国在台协会或国务院、国防部、战争部、白宫、国安会等等相关单位。他们不会这样安排一个退休军官这样上台湾电视节目做这个分析，所以是不会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胡振东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是他个人的。我刚说他是专家，他非常了解，万一战争的话，美国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跟计划。这个他非常非常清楚。好，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台湾的观众，就是如果胡振东的看法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的话，那真的不要特别的把这个东西放大，说以后美国。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美国一定100%啊，或者是接近100%会协防台湾了，对吧？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是今天可以说是接近100%，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我刚刚说，我再次强调，只有10任总统，美国总统或者日本的话，只有10任总理大臣有这个决定权，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预测会不会。对，所以要看当时。除了10任总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发生的相关配合的一些因素而定。这个时候做出预测确实大胆了些。好，那这次呢，当然在军演之后，也有专家就提出了研判啊，说这次他们看到了大陆解放军发射了射程超过了190公里的火箭弹而且目标是直接指向台湾的补给线。海底网络电缆以及呢液化石油天然气就 LNG 的接收站，所以进一步请教洪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西半部包括竹科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现在不只是竹科啦，包括中科、南科还有高雄可能都会成为非常有风险的范围。那所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一套由上而下或者是由下而上的 BCP， 也就是营运持续计划，就当遇到了天灾风险，甚至包括战争，如果遇到了面对这种极端的状况，还能够继续维持正常的生产。OK， 其实就竹科我不能代表园区管理局回答这个问题，对，但我们就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包含当时在竹科去设立基地的时候，大家发现新竹放台风假的机会几乎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就以一个 Fab 厂，它可能每个月生产量在2万到2万5千片的晶圆片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它一天停工，它要损失多少营收？那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营运持续计划去调整它。但是像打仗这么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全民进入戒备的情况下，电力供应没有办法到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即便有 BCP 计划，它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效的运营？我这样讲一件事，包含在夏天的时候，台湾各处限电缺电，你就会看到有人可能开着一大坨的那个电力囤积车，我来卖你电，你需不需要电？为了维持的这个所谓生产，其实光是打仗的时候，如果直接去攻击到这些所谓的任何的通讯缆线或者是任何的电力系统的话，其实对于生产上那个破坏力太大了。所以即便有 BCP 营运计划，我想目前可能不会去估算到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我这样讲好了，黄仁勋今天要把高阶晶片出给中国，那他库存不够，那现在谁能来帮他完成这个晶片？我说，这个算盘打得挺好的，那我就再来一个演习打掉，然后结果辉达违约交割嘛。中国2手赚，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他们还是会先希望拿到他们的东西。不过您刚刚点到了能源这个关键的议题啊，就是说，台湾如果真的万一走到非常不幸的状态是被攻击了，我们的能源备案是什么呢？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也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什么能源备案。
但是看看打仗的地方看起来也都挺惨的。对，所以 Ross， 你看这个军演当然就是在推想各种不同的状况，但这一次看到说围台，而且是实弹军演，其实它是越来越收紧。刚刚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收紧呢，其实我们会造成的是我的反应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我们的西岸就是台湾的西部这边的能源设施，如果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能源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怎么办呢？我有偏见，因为我个人是一直主张台湾要继续使用核能。但是不管是蔡政府、赖政府都已经做下决定。那不管最近赖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开几个条件，只要什么，那后续会考虑恢复使用核能。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只要他在执政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可能性真的是很低了。就是民进党的算是一个核心的政治立场，他们不支持核能。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核能的话，就很难维持这个电力。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已经最近也是很多外国专家、外国智库有做这个经济推演，有分析到台湾能源的问题，结果都一样啊。如果解放军围堵台湾的话，那能源这么进口来台湾？对，我很同意 Ross 的观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聊 AI 工厂建制的时候，能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会遭到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大型电网被攻击。没错。那有没有办法集中在小型工厂用的分散式小型核电电网去攻击工厂，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可能是一个折中的紧急备案。但是我补充一句话，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不管电力怎么样，生产工厂还在的话，问题是战争一开始没有空运跟海运，所以几十工厂还能营运的话，你的东西没办法输出到国外，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地下化吧，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而我要问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都知道能源是痛点，可是呢，有没有针对这个痛点去思考，或是已经有在执行的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新年一开始呢，现在各国都在思考这2026这一整年怎么样能够制定自己的国家整体战略。而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拼出海会是其中之一。中国大陆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的电动车出口年增87%，那其中出口墨西哥是暴增了2367%。是非常高的那到19344辆，冠居全球。亚洲年增71%到11万61辆。那欧洲年增63%，然后拉丁美洲年增283%，也很可观。中国大陆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年增是39%到25700多辆的这个电动车。小鹏汽车执行长何小鹏因此表示，产能过剩将会加速中国大陆的汽车，特别是车企洗牌。所以呢，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大陆将会只剩下7家主要的车企能够幸存下来。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则是显示，新能源车1到11月这个销售车价呢，现在平均来看呢是人民币10万多元到15万折合台币是48万到67万最多。其实这样听起来是很便宜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占比呢，还是占整体的23%所以将近是1/4左右。最大车企比亚迪也开始降价，所以让这个价格战呢越打越激烈，造成中国大陆的国内供应过剩的情况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如果是以外销来舒缓内卷的这个策略我先请教马老师你觉得可以撑多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用外销来消化内卷，应该是一个市场趋势的必然那会撑多久？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撑蛮久。我举个例子2024年这个1年的电动车在全球卖了1700万辆，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增加到2200万辆，就是也就过去1年里面，全球的电动车市场增加了29%，到2030的时候估计是3900万辆，也就是说全球的市场
它是不断的在扩张跟成长，而且速度非常快。那我认为在这个中国开始电动车大幅开始成长是2006到现在20年，也就是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靠中国大陆市场养起这个主要的几家10家的最大的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动车厂，这个阶段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接下来就整并。就现在中国大陆内部大概有100家有登记的电动车的公司，但是在未来的10年应该会剧烈淘汰。我认为可能7家是太夸张，但是也许剩个20家、30家，真的是整并在一起。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必然，它会让大的人越来越大。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些最主要是它的，像比亚迪，它毛利率有到18%，这是非常高哦。那也就是说，它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它在内部的确是在萎缩。可是接下来看的是全世界的电动车成长，所以我认为外销来解决它内卷的问题，大概是一个必然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看起来在2030年之前应该都有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规模经济啊，当你这个够大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 bargain 的那个力量就更强啊。那你怎么看2026？就是因为提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特别是在电动车是全力拼出海啊，整个产业的战略，如果我们从宏观一点角度来看的话，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市场它推不动，因为美国2024年开始科中国的电动车是100%的关税。欧盟是克了35%，可是欧盟还在成长。那它的主要市场现在会往新兴工业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比如说亚洲国家。它的就是还有包含像墨西哥这种成长非常快的国家。那我觉得它的市场战略是往这些方向走，反而是我觉得美国它这块市场应该就放弃了，因为美国有自己的特斯拉，它也不会想跟你买，那它又用关税来保护它国内产业，所以我觉得它在策略布局上面应该会往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这个生根，或是持续的往这些市场拓展。OK， 提到了欧盟哦，其实也有一个数据很有趣，2025年欧盟、英国还有 EFTA， 就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地区。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啊，已经超过了70万辆，远高于2024年的40.8万辆。虽然说欧盟呢后来开始实施额外高达就是刚刚提到的35%的关税哈，但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还是不断在飙升。这个 Auto News 就报道说呢，进口到欧洲的中国制汽车当中，大约有2%。只需要缴纳标准的10%关税，但在欧洲进行的本土制造还是很少见。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搞了半天，欧盟的关税对于像油电混合还有内燃机啊，就油电车油车这些只需要仍然只需要缴纳基础的10%的关税。那35%呢是只针对电动车而已啊。所以有人就会问了，说关税就欧盟寄出了35%，可是为什么感觉上好像是不是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油电混合车非这个电动车，它是油电混合的，就留了一个后门？怎么看？我觉得欧盟对这个问题其实本来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还是有很多团体环保团体等等是非常支持改为全部电动车。那当然。有些政治人物也是很支持，但是也有政治人物要保护本地企业、欧洲的汽车制造企业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短期之内一些相关政策有出入的话，有一些不同调等等。但是中长期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清楚，他们对中国的电动车还是会课高关税，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所以我真的觉得中长期不管是贸易障碍，就是高关税，或者给自己企业好大的补助，或给我们一般消费者买电动车的补助等等。他们还是会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真的会，他们不管怎么样，不会让中国电动车在他们自己的欧洲市场超越他们自己的汽车行业，这个也是不可能。有一个现实问题 ，Ross， 我继续请教，就是因为先前我们知道发生了安氏之乱呢，就是这个车用晶片，就是才知道原来这么的重要。那后来也看到最近。就是在2025最后的一个月，我记得没错的话，欧盟也把原先他们设定说要在2030吧，
啊，全面就是用电动车这样的目标往后延，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有一些问题，实际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合并在一起看，我们现在讲到说油电混合车这个部分，目前还是克10%，那只有电动车是克35%，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做调控，是这样子吗？哎，这个问题有3个字来解决：台积电。欧洲在等台积电加码投资就好了。你说是欧积电是吧？对，因为本来在美国投资65 billion， 后来川普上来就再加100 billion， 对不对？那台积电已经答应在德国设厂，跟这个德勒斯登那边欧洲公司合资了。但是说实在，第一，那个不是为了制造最领先、最新的科技，都是为了比较老旧的、比较成熟的科技，对不对？而且都是为了提供给汽车业。所以真的有必要的话，那就等台积电同意在欧盟那边加码投资就好了。但是这个当然是需要时间，不是今天决定，明天盖厂，后天就直产。这个的确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可以有100%的信心，在这个节目今天预测以后台积电一定会在欧盟那边，不管是德国或法国、意大利。还是会加码投资，一定会。OK， 好，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车用晶片啊，因为车用晶片其实不像一般像更高阶的，像我们现在会提到什么2奈米啊，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哈，这部分是黄老师的专业啊。因为日经亚洲有报道一件事情，说包括上汽集团、长安汽车、长城汽车，还有比亚迪、理想汽车。以及吉利汽车啊，这些中国大陆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他们正准备要推出搭载100%中国大陆自制的国产晶片的车型，哦，真的都是 Made in China 咯。而且至少有2个品牌计划最早在2026年要开始量产。那这个目标呢，比起要求今年大陆国产汽车自制晶片使用率要达到25%的政策目标啊，呈现出大幅提升的变化，所以我们先从车用晶片开始聊起，因为它毕竟不算是最高阶的一个制程啊，这个特征大概是怎么样？哦，车用晶片主要几个特征，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太空晶片、先进晶片、车用晶片。那其实车用晶片我们随时可以修，但它出了事很麻烦。所以还是一样，车用晶片要的一个字就是2个字就是耐用，还有另外2个字是稳定。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任何的自家晶片或任何的晶片的损坏，或者它一时的一些失效，导致了一场车祸，造成了人命，那最后这个责任的归属要算是谁？是汽车生产商、晶片生产商，还是使用而未注意的人？这在责任归属上的比例会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车用晶片稳定性占第一，我不用最先进的，但我要用最稳定的，因为稳定跟安全有关。是的，我稳定，比方说我一台车，我预设我电池可能10年会优先于我的晶片坏掉，我就把我的晶片的效期可以拉到15年、20年，它不会坏掉。我预期我电池堆7年不行，我拉到10年、15年，我都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晶片，才是车用晶片的一个最关键要的地方。它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技术当然。tune 参数各方面呢还是重要的，我怎么做提高良率那是公司赚钱的事情，但从晶片架构本身，它的特征就是稳。所以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现在它终极的目标是100%自主生产，就是它的车用晶片不受制于外人，它的机会跟挑战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之前我们讲过，它就算它要开发 AI 晶片，也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可以靠人去堆叠。那车用晶片我们把它拆2个范畴嘛。我们拆初级的可能一般的 MCU 控制器，然后甚至到一般的那个能源管理单元，然后到进阶我可能自动驾驶到我边缘运算加车载娱乐系统，分2个范畴。我相信前段中国要100%自产，应该已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以生产非常多的传统的控制器晶片，这其实也蛮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出现了。那到高阶晶片，中国今年也发布，去年也发布了庐山还是什么山的武夷山。武夷山是红茶，他们的那些比较先端的晶片，所以中国100%制造他们国产车用晶片的速度，我相信可能不会太久。所以他说是已经具备了，绝对是有的。对，但是它可以有多少的产能跟产量去供应它所有市场里面的
车用晶片，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要拿出一台100%国产车用晶片造出的车，我相信中国在短时间内是有实力把它全部做出来。OK， 所以这又回到这几年不断在强调是2025中国制造这件事情，就是不断在展现中国大陆制造的实力，希望在2026以后，包括特别在车用半导体，就是车用晶片上面呢，要再次向全球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做得到。那其他国家准备好了没？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环迎全世界。说到了晶片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台湾台积电啊，这个最近他们在官网的技术页面上面更新了一行文字，大家睁大眼睛去看，到底改成什么？上面文字是写着说，台积电2奈米技术已经按计划于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好，那这是台积电呢第一个采用全环绕闸极奈米片啊，就是全环绕闸极是 GAA 啊，这个奈米片电晶体的制成节点，而在新结构中，这个闸极完全包覆由堆叠水平奈米片形成的通道，几何构造呢是能够显著的提升电磁控制力，来减少原本这个漏电的问题。那同时呢，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增加电晶体密度，也不会牺牲效能或者是功耗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台积电1.4奈米制成的这个工厂的地基工程，在2025年11月初也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量产目标的时间是定在2028年。好，所以二奈米哈，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一。黄老师，这个我们提到了2奈米啊，甚至说2奈米以下哈，未来还要攻1.4啊，在研发上要突破的这个技术门槛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其实 GAA 或者是 MBC Fab， 就三星提出的架构，其实都讲了有一阵子。那真正做出来，并不是在研发功夫上的突破，而是在制程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那这跟台积电的战略很有关系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到2奈米跟1.4奈米，那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它不要漏电，希望它不要漏电。但是做到这么小尺度的时候，就像你的隔音材料很薄，你的声音就很容易穿过去，你的能量很容易穿透过去。在原子尺度的这种漏电上，就是来自这种穿隧行为。那台积电可以做到在制程上技术的突破呢？最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做到原子级尺度的精密的加工跟制造，把它做得非常的平整，让它不会去漏电，这个才是台积电在技术上最大的突破。那回过来说，为什么台积电能够领先业界这么快去量产这件事情，其实跟 CoWoS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一想，先进封装跟先进制程，这有什么关系？对，当时台积电的策略，你今天要用我的先进封装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握我的 CoWoS，我的先进制程。所以台积电领先业界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累积很多 data set， 然后去做它的 coordination， 它做出它全部的象限表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在制程上去提高良率，达到量产的可行性。这是台积电在整体策略跟研发的功夫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门槛。那您觉得2奈米在量产以后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指日可待的，而且是应该不会太久。如果真的进到了2奈米量产的一个状态之后，全球半导体的格局，就是半导体的竞争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可能会开始变成某项特定的某几个专项元件，有某几个特定的公司去做。因为今天2奈米制程甚至14A 这种制程，它是属于国家级建设，国家级建设型的一个半导体制程策略。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一个小公司它就可以去完全支撑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制程规划下，它会瞄准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尤其是现在最主要大家去看到 AI 这个部分。那至少在 Silicon 在矽跟锗的这个体系之下，我相信它至少走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会在这个战局杀到白热化的时候，也许其他就要转型去做其他半导体材料方面，在架构上做更多的提升，因为毕竟这个材料在物理可能已经走到某一种极限了。那在工业的角度上，就是继续去拼谁可以更分工细作的把东西做出来。那另外一个策略是怎么在材料跟物理极限上进行更大的突破？对，这我们讲说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现在在除了专业的研发不断追求突破以外，哈，这几年大家知道，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得考虑地缘
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啊。2奈米量产呢，它的重点是在新竹宝山 Fab 20厂。那新竹宝山的 Fab 20厂呢，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啊，预计每个月会有2万到2万5千片的产能。那1.4奈米的这个制程新厂呢，是在中科。根据韩国媒体 Digital Daily 他们的报道说，3奈米制程呢会在 Arizona 的工厂提前将近1年投产，1号厂呢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的第4季开始4奈米制程的量产，2号厂呢在2026年第3季要开始安装设备，目标是拼2027年实现3奈米制程量产的目标。好，当然这个台积电。他们承诺，因为之前大家看到川普跟魏哲嘉2个人在白宫开记者会哈，那台积电也承诺说，在美国要建立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甚至现在看到了他们是提前做到的。而且最近媒体也有一个报道，我记得是商周，台积电的供应商啊也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呢，不管是材料也好，设备也好，你必须要超过一半，就是在50%是一定要美国制造的。好，所以 Russ。目前台积电告诉大家，2奈米是留在台湾，是告诉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先进制程还是在台湾，就算在美国的也都是2奈米以上的，好，不是最尖端的，是要让台湾的民众放心。你怎么看呢？台积电跟川普美国政府之间的斗智？请问台湾谁很放心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每次政府不管是谁，前经济部长郭哲辉或别人说，将来什么什么时间，1年、明年什么时间，最先进的晶片不会在 Arizona 制产，然后后来已经调票几次了，不是吗？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就是说，就迟早的事情。迟早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会在美国制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今天的最先进科技，美国会坚持，美国会需要说，那是今天的最先进的科技，必须要在美国制产。就是在美国一定要比照办理有一套。美国不管怎么样，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施压，说只要是你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晶片，那你一定要立刻。那当然立刻不是明天，但是美国会坚持你最先进的科技还是要在美国制产。所以以后台湾也没办法继续说，我放这个承诺说，将来几年最先进的科技不会到美国制产，不可能，美国永远不会满意，美国会继续施压。好，但是在海外设厂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像是这个开 7-Eleven 一样，好，在台湾这边 OK 的话，到了美国那边立刻就可以马上啊，设备、人力全部都可以找来以后，就立刻开一家分店。因为它是晶圆厂，它不是像开小七一样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台积电必须要先说服美国政府，特别是说服川普哈，在未来接下来的2年，他要让川普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啦，他能怎么样让川普知道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当然，美国是不容易的事情，盖工厂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盖厂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速度是相当快，而且通常他们是比原来的 schedule、原来的时间表还提早。盖好工厂，因为台积电这方面真的是非常厉害，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台湾盖那么多工厂，硬体 OK， 那软体在工厂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对啊，硬体 OK， 软体呢？人才人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的部分是涉嫌到一个不能公开说的秘密，就是说你问100个台积电工程师最聪明、最厉害的工程师，好，你要选择，你将来10几年要继续在新竹、台南、高雄工作，还是你要搬到 Arizona 住在美国，小孩可以变成美国公民，至少拿到绿卡？
不能说。你想在新竹还是去Arizona？对不起，我知道台湾观众朋友可能我说这句话，有一些人会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这些台湾作为优秀人才，这个选择谁不想去美国了？黄老师补充一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十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这个是目前未知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那个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这个才是逐渐在人才上转变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方向。了解，马老师啊，这个两件事情如果跟台积电有关的合并观察，接下来请教你，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核发年度出口许可允许台积电持续向中国大陆台积电的南京厂来进口美国晶片的制造设备第二点呢，就是路透在31号报道说，辉达将会积极满足大陆科技厂商所开出的需求。那陆方现在采购是200万颗 H200的晶片，预计在2026年要交付，就今年。那辉达呢，目前的库存是只有70万颗，所以呢也已经赶快接下台积电，要扩大产能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难得的机遇这个华补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对，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这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他会开出这些条件，包含卖，还有这个包含到南京，他可以在过去设备上控制，但是现在解禁。对，他主要是川普谈一个条件，就是跟黄仁勋说你卖过去，但是我要抽25%的利润。那我觉得最赚钱的还是美国政府嘛。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黄仁勋来讲应该不困难，因为他的这个 H200的毛利率是70%那再拨出去25%的利润，其实他还是赚钱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以 H200为核心的这个整个封装线，或者是整个软体的这个的生态链它会暂时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拿到是 H20的这个晶片，它跟主流规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它现在就拿不到 B200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迷思都在什么是最先进，但是因为在科技产业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先进，它就是只要你1年过去就是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技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川普这个放行，它对台积电获利一定会有增加的效果，但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非常的多，Intel、这个 AMD、高通、博通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个厂商，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 NVIDIA 只是扩大了它的这个台积电生产的这个量能或需求，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真正台积电就是最赚钱的部分，或者是说非得要靠这个赚钱，但是一个利多。对，所以真的，因为再加上接下来的未来几年都会是 AI 的浪潮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科技厂商几乎大部分应该都是稳赚不赔的。等一下回来还要告诉你，稳赚不赔的还有一个职务就是美国总统。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们常说中美竞争的架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竞争呢，人才是关键的。在谈人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统计，跟财富有关的，是彭博亿万富豪的这个指数最新的指数显示，全球前500大富豪在2025年财富成长达到2.2兆美元，总资产呢攀升到11.9兆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当然，这个细究原因主要是受惠于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的政策利多，以及人工智慧热潮持续推升科技巨头的股价。比如说，像甲骨文的董事长 Larry Ellison 呢，他还有包括像是谁呢 ？Elon Musk， 总共有8位超级富豪，他们就将近包办了近1/4的总增幅。而彭博也指出，其实赚钱的不只是这些科技大亨包括川普本人，还有他的家族。他们的家族财富在15个月内激增大约70%，总净值达到68亿美元，年增了2.82亿美元。那像川普呢，包括大家知道2025他推出了包括像是自己命名的迷因币，然后呢创立了加密货币平台，以及呢持有川普媒体集团股份
这真的是很会投资，而且是多元的投资组合啊。所以 Ross 川普真的很会赚钱啊，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当美国总统蛮好的，因为可以赚很大。价值的确是2025年赚很多钱，对，但是川普会说，我没有加入任何这个家族企业的决定，都是交给儿子来经营。国会在两院参议院、众议院在共和党手下的话，他们也不会调查。那所以对于这个川普来讲，赚的不是我，可是是我家人，那不就是一起的吗？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像投资什么，不管是虚拟货币，我最近他们也投资一个核能公司了，所以他们真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版图啊，各式各业。但是真的目前是没有什么后果，所以为什么不做？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多角化经营啊。他除了做美国总统以外，他还可以多元投资，然后用政策上面的利多。他会说不是我，是我儿子，不是我。当然他会说我是100%专注做总统，我没有加入任何企业的家族企业的决定了。但是明眼人看不都一目了然吗？这有的时候其实像包括说他先前到现在为止都一直不断提到。他要祭出关税，那也不过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外，也让他的财富再次伟大，不是吗？是啊，但是我刚刚说了一个重点，没有什么后果，真的没有后果，国会不会调查。那如果其中选举的话，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控两院的话，那他任期剩下2年也不会有什么调查。那万一民主党拿下众议院的话，那他们一定会展开调查。但是司法部也不会做什么，所以其实川普他这方面非常聪明，他知道完全不会有后果，所以就讲机会赚钱。好，我最后想请教你啊，因为2026其实是一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关键的选举年。好，你怎么看在新的一年2026，他跟这些科技大亨之间的互动？会继续有这个算是很正面的互动。那到时候不管是今年5月、7、8月份的时候，那当然川普和共和党会向他们要钱，这一定的，因为其中选举经费是庞大了。所以这些人呢，因为川普的政策，其实他们也有赚不少。你刚刚说的，他们不管是股票或者松绑相关法规，川普政府的确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其实这些人都是非常 surprise， 因为本来他们大部分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是比较亲民主党、亲拜登或 Kamala Harris。后来川普上任，他对科技业是非常非常友善。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回馈啊，他们会捐很多钱，今年会捐很多钱给共和党。你点到重点了，就是在选举年，选举都很花钱的。那川普就会跟这些科技大人讲说，你们这些财富不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们总得意思意思，拿出一些来帮助我选举啊。另外讲到科技啊，我继续想请教这个黄老师，川普政府他们最近宣布说要成立一个美国科技部队啊，叫做 United States Tech Force。美国新闻网站 Business Insider 他们就透露说，这个计划预计要招募大约有1000名的软体工程师，还有资讯科学家相关的科技人才，作为第一批参与的精英。而录取者呢会被派到各个政府机构。CNBC 也透露说，目前已经有大约20家科技巨头同意参与，其中还包括了像是 Amazon Apple、Google、Dell、Microsoft， 还有 NVIDIA、OpenAI， 这些都是叫得出来，还有 Oracle 这些大公司。好，那美国在搞说科技部队，而且呢是说号称20家科技的这些巨头当做他们的后盾啊。那黄老师，因为您是这个在日本东北大学拿到博士，然后你觉得美国、中国大陆、台湾这些科技人才在养成上面有特别不同的地方在哪吗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哦，因为他们这些已经不算是招聘的，已经不算是单纯只是被训练出来的科技人，他们是已经养成完甚至即战力的一个人才。
然后把它透过这样的方式集中到各政府里面去做，可能做一些决策啊、咨询的顾问等等。那这个从教育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式。我怎么说呢？像一个以开发国家，可能大部分在高等教育上走的是纽曼式的教育形式，它要你是一个开创性的完人，然后可以有独立思考能力。但在开发中国家，大部分会采用的是红宝式的教育形式，也就是我国家级政策型，现在哪个重要，我们需要什么，全部都灌进去。就像在台湾早期会先成立电机科要做大电啊，可能土木营建科要盖房子做基础建，类似这样的红宝式的教育。那美国其实是已经开发国家非常久了，他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体制，所以都非常鼓励学生自我的探索、自我的去学习。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走下去，没有办法去集中的时候，其实你在科技竞争上可能会输给他的假想敌中国，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以红宝式教育不断在往前冲的一个国家。那美国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也很欣赏。我怎么说呢？就是他用一个红宝式的培育出来的人才，要用纽曼式培育出来的人才，但做红宝式的一个推进方式，还蛮期待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火花。所以中美两强未来，他们势必要在科技上做竞争啊。那科技我们知道，刚刚特别提到人才是关键，所以在养成科技背景的人才方面，这两个部分您怎么看？这两个大国走红宝式可以很快的接近台积电的水准，但走纽曼式它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但它有机会做出一个突破性的人才培育。这个其实还蛮关乎整个国家到底想发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未来整个走向怎么去做，在科技人才上的培育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定锚。OK， 好。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就是除了比拼科技之外呢，现在我们先前也提过，像包括稀土也好，还有包括原料药也好啊，那这跟药界有关啊。白宫在2025年12月初，他们宣布呢，跟9家大型制药公司达成一个协议，要降低民众的处方药的价格，其中包括了像安静啊、必治妥施贵宝，还有呢百灵、佳音格汉以及基因泰克等等的制药公司。而根据路透社2025 12月31号取得这些医疗保健研究公司啊，叫做 Three Axis Advisors， 他们所独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制药厂在2026年大约有350种的药物会涨价，比起2025年增加了100种，涨价幅度呢中位数大约是4%啊，跟2025年的水准是持平的。所以大型药厂在新的一年跟美国之间啊，特别在政府方面的互动会是如何？马老师怎么看？我想这个药这样东西在各国现在看起来都被当成是一种战略产业，因为这个药品关系到这个人民的健康之外，其实它在战争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用途啊，所以药品大概就不太能够在这个政府的管控之外。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因为美国的药商它占整个美国 GDP 的贡献大概是1.6%到3%之间，不然有的时候会浮动。但是这个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药商在美国它的产值有多大。那当它很大的时候，它就是很强的利益团体。或者压力团体，它就可以对国会来施压，因为美国的行政权上控制了几个东西，一个是 FDA， 就是要这个食药署，食药署，然后另外一个是 HHS， 就是卫生公共部。那这些东西其实它就决定了药能不能上市，或能不能使用，或能不能被政府采购。那所以这个通常药商就是跟美国政府之间，它都会透过国会施压的方式，让它的药价能够维持比较高档的水准。